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蔡志霖。请你想象一个可能发生在不久未来的真实场景：深夜或假期，家人突发疾病或急需用钱，你赶到 ATM 机，账户明明有数十万余额，输入密码后却交易失败，屏幕提示超过笔数限制，或请亲临柜台。那一刻的恐慌与无助，足以让人头晕目眩。但请先别慌，你的钱很可能一分未少，银行也一切正常。问题可能出在一件你忽略已久的小事上。太久没有刷存折，你或许会觉得如今手机就能查账，存折早已过时。然而，银行系统内仍存在一项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强制规定，若长期未更新存折记录，账户的非柜面交易，包括 ATM 取款可能会被自动限制。这并非因为盗刷或银行危机，而是一个为了保护账户安全，却可能在你急需用钱时锁住你的隐形机制。所以，无论习惯多么数字化的操作，请务必记得定期去柜台或自助机刷一次存折，保持账户状态活跃。这看似老派的动作，恰恰是保障你能在紧急时刻顺利动用资金的关键。这类银行不常主动提醒，却影响重大的冷知识，我们会在健康之道持续为你解读。建议你按下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像家人一样陪你避开这些生活中的财务陷阱。好，我们静下心来谈谈这背后的道理。很多老朋友，特别是比较谨慎的长辈，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觉得那本有密密麻麻盖章，写着详细数字的存折才是真真正正的钱，是宝贝，必须锁在家的铁柜里，抽屉最深处才安心。平时出门只带一张轻薄的塑料卡片，多方便啊！这个想法对，但也不全对。你要明白，存折在你眼中或许只是一个记账本，但在银行庞大的电脑系统里，它不只是本子，它更是你那个银行账户的身份证和体检报告的合体，它是你账户所有交易数据的实体钥匙之一。每当你用金融卡在超市的 ATM 领了5000块买菜钱，或者用手机银行 APP 转了3万块给儿子补贴家用，又或者是每个月固定从账户里扣缴水电费、天然气费、管理费、信用卡账单，这些动作在银行总部那台巨大的中央电脑里，当然都有一笔一笔电子记录。可是，请你千万要注意，这些记录在你所在家里的那本纸质存折上是空白的，是完全没有被印上去的。这时候，银行系统里就替你建立了一笔一笔的待办事项，专业术语叫做未登折明细或者未登折资料。银行的系统设计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机制，我常形容它有点像电脑的强迫症。它规定每一本存折后面那条黑色的磁条，或者每一张金融卡里面的晶片，它们能够暂时记住，能够容纳的未登折笔数是有限的。这就好比你的智能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和影片，你既不删除，也不把它们备份到电脑或云端，手机内存总有一天会满到后来连一张新照片都拍不了，整个手机卡顿宕机。银行的系统也是一样的逻辑，当这些积压在云端，等着要印到你存折纸上的空白账目堆到某个数量时，银行的电脑为了防止后续资料错乱，或者担心晶片、磁条的储存空间超载，就会自动启动一个终极的防护程式。这个程式非常直接，不带任何感情，它不会问你是不是急用，它会直接锁住你这张金融卡在 ATM 上的所有提款、转账功能。哪怕你的账户里存着1000万，哪怕你的密码输入的完全正确，只要这个保护机制一启动， ATM 就会冷酷地对你说不。系统会强制要求你必须带着那本被你冷落许久的存折本子，亲自到银行的机器上，把积压了好几个月的账目一笔一笔嘎吱嘎吱地打印出来，清空系统里的待办清单，它才愿意解开封锁，让你的卡片恢复正常。这个流程在银行内部有时候就被叫做强迫登折或强迫刷折。那你一定会问，蔡先生，你说了半天，那个关键的数量到底是几笔呢？到底多久不刷才会被锁？这个问题问到了核心，请你一定要记住下面这个最重要的数字，100笔。这是目前台湾绝大多数银行内部设定的最高容忍上限。当然，每一家银行的规定会有些微差异，有些比较宽松的银行可能真的要到100笔左右才会触发锁卡，但是也有一些作风比较谨慎、管理比较严格的银行，他们的系统可能设定的更低，
只要未登则交易累积到60笔，甚至有些50笔、30笔，就会启动锁卡程序了。听到100笔这个数字，可能有些朋友会拍拍胸口，松了一口气。哎呦，100笔那么多，我这么节省，一个月了不起领3次钱，哪有可能凑到100笔？放心啦，志玲必须大声提醒你，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态。很多时候，这100笔的额度是在你完全没有感觉、日积月累的情况下悄悄用完的。我们来拿出计算器，简单算一下日常生活的账。你每个月固定去 ATM 领3次到4次的生活费或养老金，这就先记上4笔。家里每个月的固定开销，水电费、瓦斯费、市话及手机话费、宽带网络费、第4台有线电视费，这些通常都是银行账户自动扣缴的，加起来最少也有5到6笔。这还没完呢，你偶尔用网络银行转账给孙子孙女发个生日红包，或者是你持有的股票配发了现金股利，自动汇入你的账户，又或者是你的信用卡到了结账日，自动从你的账户扣款，林林总总这些杂项，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再增加个3到5笔，这样粗略一加，你一个月不动声色产生的交易笔数，很可能就超过10笔，一年下来就是稳稳的120笔以上，早就冲破银行设定的安全线了。最让人头疼、最让人措手不及的是，这种锁卡行动是完全没有提前警告的，银行不会好心的发一封简讯提醒你说，尊敬的客户，您的未登则笔数即将达到上限，请尽快补登。它不会，它就是默默计算，时间一到，说锁就锁。而且根据我过去多年的观察，这种状况往往就发生在你最紧急、最需要现金的那个瞬间。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平常不急的时候，你不会天天去 ATM 试卡片功能是否正常，偏偏就是当你遇到急事，迫切需要领钱时，才会频繁操作 ATM， 于是就成了第一个撞上封锁线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年初2的凌晨，全家人都等着用钱，或者是在连续假期所有银行都休息的时候，补折机被锁在银行的铁门内，你手上握着那张看得见却用不了的卡片，那种焦虑、愤怒又无助的复杂心情，真的会让人崩溃。除了领不出钱这个最立即的麻烦之外，太久不去刷存折，还会引发一个更深远、更让人头痛的后遗症，那就是你宝贵的交易明细可能会被系统打包压缩，甚至消失不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在银行作业里有一个术语，叫做交易汇总或者压缩打印，意思是如果你的账户长期持续的超过笔数限制，卡片被锁了，你也暂时不理它，任由未登则的交易一笔一笔累积，从100笔变成200笔、300笔，等到你终于有一天想起来，或是被逼的不得不去处理，拿着存折到补折机前面准备一次印个痛快时，你会被机器显示的结果吓得说不出话来。补折机并不会如你所愿，把那200-300笔交易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按照日期顺序列印出来，因为银行的电脑系统为了效率，也为了节省存折的纸张空间，它会自作聪明地把这一大长串积压已久的明细全部浓缩，合并成短短的1行或2行文字。这一行字通常只会写着 XX 年 X 月至 XX 年 X 月，收入汇总或支出汇总，后面跟着一个总金额数字。这样一来，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呢？我称之为历史记录的死亡，也就是死无对证。假设将来某一天，你想回头查账，比如说，奇怪，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女儿是不是有转一笔钱给我当红包，我怎么没印象？或者是为了申请政府的医疗补助，需要调阅去年某个月份的医药费支出明细，又或者是看到账户里有一笔金额不小的扣款，你想不起来是什么费用，怀疑是不是被银行或哪个单位重复扣款了。当你满怀期待地翻开那本作为最终凭证的存折，想从里面找到线索时，你看到的只有一行冰冷的支出汇总 XX 元，中间的每一笔消费对象，每一笔收入来源，全部像被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你想跟家人对账，跟银行申诉，都缺乏白纸黑字的证据。对方说早就汇款了，你的存折上却只有一笔意义不明的总收入，这中间的误会和争执可就真的说不清道不明了。当然，你可能会说，志玲，既然电脑里有记录，那我亲自跑一趟银行，
请行员帮我从电脑里调出完整的历史明细，总可以吧？可以，这确实是最后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时间成本、体力成本，甚至金钱成本。你必须特别请假，在银行营业时间亲自跑一趟，抽号码牌，排队等待，然后填写复杂的申请调阅单据。有些银行对于调阅超过一定期间的历史明细是要收取手续费的。为了当初一时偷懒，几个月、1年没去，顺手刷个存折，最后却要耗费半天时间，花上车钱甚至手续费，才能找回原本应该清晰明了的记录。过程中可能还要承受行员疑惑或不耐烦的目光，你说这值得吗？是不是因小失大？所以健康之道，所有亲爱的朋友们，请不要再把那本存折当作古董或传家宝一样，深锁在不见天日的抽屉底层了。它需要呼吸，需要定期拿出来活动筋骨。那么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一劳永逸地避开这种让人急跳脚的尴尬处境呢？志玲给你一个最简单、最有效、完全不费力的黄金法则，养成顺手刷一下的超级好习惯。你完全不需要特地为了这件事，在银行人最多的中午时段去柜台排队，看行员的脸色办业务。现在的银行自助设备非常人性化，几乎在所有设有 ATM 自动提款机的地方，不管是分行里面还是外面的穿堂，你注意看，在 ATM 的旁边或对面，几乎都会摆着一台体积稍小、长得有点像微型印表机的机器，那个就是你的救星补折机。这台机器设计得非常友善，它不需要你插入金融卡，更不需要你输入任何密码，没有任何被盗用的风险。你只需要做几个简单动作，把存折翻到后面第一页空白的地方，然后将存折平平整整地像放入影印机一样推进机器上那个标示着存折图样的插槽口，机器感应到存折后就会自动工作，发出吱吱嘎嘎的打印声，帮你把最近所有还没印上去的交易一笔不漏的印出来。印满一页，它会自动帮你翻页，直到全部印完。整个过程快的话30秒，慢也顶多1分钟，安全、方便、零成本。志玲以最诚恳的心建议你，每个月无论是去银行领退休金、劳保年金，还是去缴任何费用，出门前都顺手把存折放进你的包包里。在 ATM 领完钱之后，别急着离开，只需要一个转身，把存折塞进旁边那台补折机，就是这短短1分钟不到的顺手动作，就能确保你的银行账户永远呼吸顺畅，永远不会有未登折资料超标而促使锁卡的风险。同时，你也能每个月像检视健康报告一样，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金钱流向，钱从哪里进来，又花到哪里去，户头还剩下多少，心里有一本清清楚楚的明账，晚年生活才能过得安稳、踏实、不心慌。另外，志玲还要提醒你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有时候你兴高采烈地带着存折去补登，结果一塞进机器，它马上哔一声，又把存折吐出来，屏幕上显示词条读取错误或请洽柜台。这10之8九是因为你的存折本子放在家里太久，可能受潮了，或者是不小心和手机、磁性物品放在一起，导致背面那条黑色的词条消磁或损坏了，机器读不到你的账户资料。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反复硬塞，弄坏了机器更麻烦。请记住，趁着你目前还不急用钱，卡片功能还正常的时候，下次路过银行，挑个营业时间，带着你的身份证、原印章以及这本生病的旧存折，走进柜台，客气地请行员帮你换发新存折或者重写词条。千万别等到卡片已经被锁死，急需用钱的关键时刻，才发现存折也坏了，那才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会让你急得跳脚。最后，志玲想呼吁所有健康之道的好友，看完这支影片，请你现在就起身，去翻开家里那个放重要文件的抽屉或柜子，找出你那本可能已经有点蒙尘的银行存折，打开它，看看最后一笔打印交易的日期，写的是2024年，还是更早的2023年，甚至2022年。你的存折已经多久没有出门透气了？如果它已经沉没了很久，那么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给自己找改天的借口。这个礼拜就这几天，找个时间去附近的银行或邮局，用补折机帮它更新一下吧。不要让一时的怕麻烦和疏忽，
变成未来某一天阻挡你应急救急的一堵高墙。把这个小小的1分钟的习惯培养起来，就是在为你自己的财务安全与生活便利筑起一道最坚实的防火墙。如果你觉得今天志玲分享的这个金融卡隐形杀手知识对你有一点点帮助，或者你立刻想到身边也有那种只靠一张卡走天下，从来不信存折重要的亲朋好友，那么请你务必帮我做3件事。第一，给这支影片按个赞，让系统知道这是有用的内容。第二，把影片分享给你的那些朋友们，特别是年长的长辈，给他们一个善意的提醒。第三，记得订阅我们健康之道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不只关心你身体的健康，更关心你生活中每一个环节的健康与安全，帮你把那些潜伏的麻烦早早挡在门外。这里是关心你一切安康的健康之道，我是你的朋友蔡志玲，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一切顺心，财务健康，生活安心。记得订阅、分享，让我们有力量继续制作更多保护你的内容。